大家好，中肯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刚需；调侃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快乐；风向是一种居心，也是一种引战；抹黑是一种诋毁，更是一种毁灭。当今的娱乐圈当中，这四样的东西一样都不少，只有多多少少的差别而已。其中，中肯的分量最少，风向与抹黑成为了主流。因此呢，个别的调侃显得无伤大雅，而且很有味道。赵丽颖的粉丝经历着正主一道的起起落落和风风雨雨，王一博的粉丝则经历着更多的任性调侃和别样傲娇。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烧脑的奇妙。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赵丽颖三喜敲门，有喜有悲。喜的是小刀的韧劲儿，总有回报；悲的是总有黑影如影随形。甚至与凤行已经是形成了让赵丽颖工作室再度无力承载的压力狂潮了。王一博的日子同样也是有喜有悲。悲的是王炸姐姐同款的挑战，喜的是不少模特姐姐们无比坦荡的真性情，让王一博的点点滴滴都化成为了趣味满满的心意连连的福利来的。视频最后的福利实实在在也是让新闻我忍俊不禁了，让新闻我不得不感慨，快乐多巴胺扎扎实实的是恋爱与长寿的秘诀来的。赵丽颖的三喜临门，新闻我已经是刨出了一半有多的了。时尚芭莎，幸福到万家，都是让萤火虫们视觉得到饱足的硬菜来的。即便低级黑，依旧是口不择言，蠢蠢欲动。只是一路半隐形，久经修罗场的那些萤火虫们，恐怕也是见怪不怪，淡定从容的了。偏偏第三件好事的与凤行，让赵丽颖的团队挤不出半点理性中肯、正向导流的脑汁出来。这情形跟去年《野蛮生长》开拍之前骤然而至的粉丝造反风暴精心的重现了。说实话，娱乐圈的阴谋论无处不在，谁都无法幸免的。即便38线的边缘人，同样也存在着不同场景的勾心斗角。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最新款2合1对标王一博的操作，新闻我已经是独家聊过了一半有多的了，也就是一个恶心人的物化与丑化了。这操作的杀伤力不大，因此法律行动的收效其实甚微。而另外一个就是社死必备的污名化了。那么吴谦与吴挂的 CP 梗 PS 图，您见过了没有呢？如果单纯的您没有见过的话，那么这些黑粉们的必杀技势必能够让您开了眼了。或许您万都猜不到，也都想不到，去年社死的那个吴牙签为什么会跟今年的主流王一博搭上线了呢？这操作是不是仅仅起到了2合1操作当中的恶心人的功效呢？还是信我的那句老话，明白的人自然明白，不明白的人开心吃瓜皮。
腾讯的《与凤行》现在已经是炒得很热很热的了。这些大厂的手法果然是次次都出手不凡，非同凡响。这部大女主的仙侠剧再次确认了江湖一姐赵丽颖的不二的地位，而二搭林更新更加是成为了《楚家传2》的大礼包性质的热搜话题了。熟悉本频道的人都会知道，这部《与凤行》新闻我其实早已经聊过很多期的了。这么一款加码苦情、掏心虐恋的虐心剧，完完全全属于一剧三吃，非常非常合味。正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该剧对于赵丽颖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关键词就是2个字了，也就是务实这2个字。那么新闻我独家奉献出来的一剧三吃的说法又怎么去解释呢？说到这，新闻我就不得不提一下若干赵丽颖粉丝怒怼工作室的暴风说辞了。表面上看的话，这些粉丝们其实都是在护主，都是为了赵丽颖本尊好，为了现在好，同时也为了未来好。然而呢，稍稍提醒一下的是，您或许可以翻看一下去年新闻我独家深扒过的那件粉丝造反事件的硬核始末，看一看是不是今年的初心和去年的初心有什么样的任何的差别呢？当然了，去年的暴风男主是王炸弟弟王一博，今年的暴风男主换成了背锅新人林更新了。2022年的4月11号，半个娱乐圈的八卦号都一致的爆料说，赵丽颖已经接下了新国偶剧《与凤行》了，而且还是二搭林更新的瓜。跟着呢，不得了了，部分赵丽颖的粉丝们就开始怒了。论调有2，一个是回头说，一个是绑架说。其一就是大家伙认为赵丽颖通过《幸福到家》以及《野蛮生长》这2部时代正剧，已经是进一步升格验证了自己的演技了。现在再去回过头去拍摄国偶剧的话，简直就是自取其辱，怒其不争了。其中最强的论据就是赵丽颖的上一部的国偶剧《有匪了》。这部剧就是因为乃人和剧本的缘故，让该剧影评极差，被人群嘲，进而呢败坏了赵丽颖自己的口碑了。因此错误只能犯一次，大家伙非常非常抗拒赵丽颖再度出演国偶剧了。说到这，王一博在这里也跟着躺枪了，也是让某些吃瓜的姐姐们看着看着跟着就眼火爆了。说到这，您嗅到了去年完全同款的枪火味道出来了吗？扛出有匪同样的梗，带出狡猾不一样的风，是不是去年新闻我铁口深扒过的那些独家内核再次的浮出了水面了呢？然而这还没完，另外一个绑架说是个新款的论调来的。话说赵丽颖商定出演《与凤行》，纯粹是属于狡兔三窟的 B 计划来的，是跟资本进行资源置换的娱乐圈惯用的操作来的。这种操作跟下棋的模式和路数一模一样。
有进就有退，有得必有失，没有单方面的得，也根本就没有一个劲儿的进。也就是说，赵丽颖想要从平台和资本那里拿到下一个心仪的正剧的剧本，就必须拍摄资本投资的一些偶像剧本。于是乎，《与凤行》这个大 IP 剧，其实就是一块资源置换的垫脚石来的。这种有得有失的资源置换，就是人类社会一贯都有的那一种以物易物的行为投射而已，压根儿就不值得大惊和小怪。经常替人做嫁衣的赵丽颖，自从捆绑上李冰冰的合送资本局之后，这种以物易物其实就没有断过。几乎赵丽颖的每一部的剧都有这种投射留下来的阴影。清流再清，身处逐流大染缸当中，也无法逃避一些不愿意去接拍的本子的。因此，若干赵丽颖的粉丝直斥赵丽颖被资本绑架了。这种绑架的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所谓在商言商，权力和资本本来就把持着整个娱乐圈的生杀大权。清流艺人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要求自己既做艺人也要做资本，就连那个善于玩转资本的资本宠儿杨幂，一样得老老实实的看资本的脸色。而资本呢，也同样的也生怕踩了权力的红线，这感觉一模一样。因为任何人都只是时代的一颗尘沙而已。现在的赵丽颖夹在权力资本和愤怒粉丝的中间，的的确确有如钢丝人生，甘苦亲知了。毕竟每一个艺人都有自己的事业粉，赵丽颖也不例外。特别是某些喜欢操心的铁粉们，操心如果过劳的话，就特别容易尴尬癌发作了，要把自己家的艺人给管起来了。这些人不是黑粉，却又特别容易被黑粉们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种熟悉的场景，赵丽颖见过，王一博也同样的见过。然而呢，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接项目的事儿，就算尴尬癌上体的粉丝们十分有心，其实也是绝对没钱的那一种。因为资本不是谁想做就能够去做的。即便亿万身家的赵丽颖本尊，每一分钱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不是井田。清流艺人有本事去参与这种被粉丝们诟病、被资本们绑架的资源置换，恰恰好就说明了赵丽颖自身的实力和咖位就是杠杠的硬通货来的。这种资源置换的场景很有意思，即便出现在了王一博的身上，其实也不违和。杜华、乐华上市招股，以及王一博的半个自由身，恰恰就是一种实力博弈的过程变现，就是一种资源置换的最终产物。说到这儿，因此呢，当某些赵丽颖的粉丝愤怒驳斥这种资源置换、资本操作的时候，其实跟自己吃到的瓜皮不无关系。当然了，这些吃不着瓜瓤只能啃瓜皮的粉丝，怒火只能倾泻到了情商匮乏、
能力有限的工作室的身上。2022年的4月12号，赵领的几个大粉逆反发作，再次手撕了赵领的工作室了。大家伙儿合力的把必须躺枪的赵领的工作室词条给合力送上了热搜了。这批恨铁不成钢的赵领的大粉，这回声称怒火对标的不是男主，而是与凤行的狗血剧情，甚至人物设定和服道化都在火力批判的范畴之内。说到这，新闻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了。您同样也可以自行的脑补一下，从有匪到野蛮生长，再从野蛮生长到与凤行，一条非常奇怪的曲线默默的生成当中了。更有意思的是，不说您也肯定猜不到，这回大粉们牵头的抗议原本只是集中在了小范围粉圈的讨论范围之内，结果呢，不知为何从小圈子的闭门的讨论迅速引爆到了粉丝几乎2度造反的炸裂场面当中去了。说到这，新闻我只能是窃窃一笑了。铁口也就不必的了，这明晃晃又是高层默默下场，谣言大本营在背后推送助澜的算法结果来了。从无间道到搅黄，从小范围到广场，娱乐圈无数的大风大浪，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些小石子溅起来的水花所引发出来的。娱乐圈当中，像新闻我这样的尽量去中肯客观控评反黑的，反而不会被这些算法所待见的。您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老实说，一年一度被算法推波助澜出来的粉丝造反大会，注定会让风口浪尖的赵领无论拍啥戏，无论搭戏谁，都有可能躺着就变成了一个权力忌讳、资本害怕的 trouble maker 了。有趣的是，新款2合1对标王一博的操作，也是想把这个王一博变成这种的权力忌惮、资本害怕的 trouble maker 了。这不，诡异的红线又再度的出现了。这次就是王一博2022年首发代言的某品牌冰红茶了。刚刚好2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同一个时候，也就是3月30号的当天，我牙签正式官宣了同品牌的冰红茶。没想到2年之后，在牙签彻底倒下之后，王一博顺顺利利的接棒这个相当烫手的代言的任务。于是后，王一博、吴牙签貌似勾肩搭背，甚至同款卫衣的 CP P 图重现江湖了。跟着就是新的一波视角神秘的黑粉们集体往坑里带的致残素材了。有时候团队的无序的管理通常会给这种精心的布局、走心的编排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机会和切入点出来。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依旧会踩在瓜皮上瞎咋呼的。基本那些喜欢越俎代庖的大粉们，其实也不例外。比方说，新闻我独家奉献的关于与凤行的新闻视角，正向导流的作用其实也是妥妥的。所谓
一句三吃，就包括一则是帮助赵丽颖更加的容易赚外快，毕竟新闻我已经是铁口过的了，正剧赚名赚奖就是不赚钱，而虐剧呢就不同了，虐剧赚累赚钱，更能赚人气赚吆喝。二则重返国有市场，更加容易固定一下自己的基本盘，拉一波新鲜的路人粉。反过来也更加容易让自己在无形之中处于一个讨价还价的有利的位置。说到这儿，当然了，新闻我所指的是在正剧市场当中。三则人情世故不能或缺，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娱乐江湖，即便有许多的虚假，也需要清流艺人们务实求存，低调生存。那些腾讯的代言人基本上都会被安排一部古装剧的，因此呢，这部《与凤行》也算是走江湖的人情剧来了。大家彼此通融，日子便能从容。此外，对于赵丽颖而言，还有半个好消息。那么，什么叫半个好消息呢？话说，电影翻译官居然真的准备开机的了。这一前一后，真的是动作神速。赵丽颖在剧中的身份很特别，属于特别出演的那一种，所以呢，出镜时间很短。毕竟赵丽颖除了时代正剧，一直都在争取着往电影圈发展。这一次虽然只是客串一把，却也同样属于混个脸熟的试水，属于牵线搭桥的人情。有意思的是，这种客串也能够起到一举两得的奇效。其一，电影的票房如果少了，无伤大雅；电影的票房如果多了，自然累计。新闻我也是聊过好多次的了，那个100亿票房俱乐部成员之一的欧豪，就是这么一个懂得捷径的牛人了。其二，一部电影就是一场交集和交际，实力置换，积攒人脉，未来的资源就是自己的了。聪明的人是不会拒绝机遇的，无论大的还是小的。聪明的赵丽颖也不例外。要是赵丽颖的那些年年搞事的大号粉丝能够善解影意的话，能够粉随正主一样的聪明的话，能够不那么着急忙慌的话，能够不那么容易被人利用的话，那么赵丽颖只会更加的轻省了。有意思的是，王炸弟弟王一博的粉丝们恋爱的眼神似乎明显更多了一些了。当然了，这跟铁杆粉丝的构成存在着莫大的关系的。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恋爱的眼神所到之处都是阳光与鲜花，包括6块腹肌的荷尔蒙。这不，王一博所代言的某品牌再次大玩了一把带梗悬念出来，于是乎摩托姐姐们脑洞再次齐刷刷的大开了。有味道老色批的调侃让新闻我实在是忍俊不禁的了。这个低调的王一博算是被虚拟玩坏了一把了。
当然了，这种玩法一点恶意都没有，甚至藏头藏尾的让那些黑粉们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下嘴的地方。5000打底的点赞量，这各种的小心机、小心思，心照不宣，表露无遗了。各种年轻的遐想充满了七彩的朦胧。所谓粉随正主，有时候并不一定要成为高言大志的。粉随正主有时候就是简简单单的快乐的主张，就是明明白白的开心的影响。私底下尽量的让调侃点缀生活，尽量的让开心赶走心魔，这样不好吗？